上次去大典埃及馆，大家笑得好大声啊！今天让大家笑不出来，看看中国馆。来这里不要问我应该重点看哪一件文物，因为每一件都是精品中的精品，连这种不起眼的角落都是这种很震撼的文物，我在中国都没见过这种。这个骆驼我有印象，我在南京博物馆看到了，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多个。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才知道，这几件文物放到任何一家博物馆都会是镇馆之宝。看得我好气呀！埃及和中国加起来有上万年的文明，小英有什么资格拥有这些文物呢？我发现大部分的文物和埃及馆一样，都说是捐赠或是拍卖，其实就是想洗白。打个比方，一幅壁画经过几百上千年，已经属于了整个民族了，任何人没有权利把它送人或者埋钱。它被拿下来的那一刻已经是非法，中间怎么转手怎么洗白也改变不了。看着这些一柜子一柜子的文物，确实能感同身受。和埃及不同的是，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有更深厚的连接，可能这就是中国人对历史文物有更深的情结的原因。哇，这个箱子做的好细啊！什么样的人物能用这个箱子？应该是王室吧。中国文物和埃及文物都差不多，都一些参选家、股东商以考古的名义来掠夺的，看上了哪一件文物就付钱了，找人去盗，然后运出国卖给博物馆。虽然埃及被掠夺的文物更多，但是很明显能感受到中国人受到的伤害更大。埃及的石头文物落山我也说不了什么，但是中国的瓷器和壁画落山合适吗？它这个是切割还是原来就这样的？中国的博物馆我也去过很多，但是把文物放到这么近我也第一次见，而且这里明显中国人来的比较多，但是文物简介全是英文，反正我感觉中国的文物和纯英文的简介一点都不搭。任何文明的文物都不能脱离它的原始文化背景，不然就变成了财产编号，失去了原本的文化价值。12世纪在中东包括埃及认为瓷器能检测出食物是否中毒，有毒的话会裂开或者碎掉，所以王室都是用中国的瓷器装食物。这里摆个像旅游景点名的商店一样，这里号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瓷器收藏，但是就这样堆在一起，我真的没有感受到重要性。那些展柜上面这么高的瓷器根本就看不到呀，这不纯纯告诉别人我有很多吗？而且我相信大部分外国人也没办法静静地欣赏这些瓷器的美，只能像逛商场一样。大典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真的太全面了，各种各样的都有，而且感觉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物。虽然我不知道它们的具体来历，但是我希望所有文物都能被善待，所有非法掠夺的文物都能回家。